每天一点心理学，了解自己，看见他人。你好，这里是心灵时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只想倾诉，你却想教我做事。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生活中常见的一个沟通误区——头脑型沟通。什么是头脑型沟通呢？简单来说，就是头脑与头脑层面的交流。举个例子，假如你的朋友义愤填膺地对你说，他今天中午过马路时，因为在打电话，没有留意四周，然后不小心被一辆电动车蹭倒在地，而对方不仅没有停下扶起他，反而骂了他一句就直接离开了。如果是头脑层面的交流，那你可能会对朋友说，你走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本来就应该四处观察，小心一些，就不应该打电话。而那个人蹭倒了你，说明他来不及反应和刹车，那他在那个路口也超速了，这个事情你们俩都有问题。像这种不掺杂任何感情的帮助对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沟通方式，就是头脑层面的交流。在我们和他人沟通的时候，其实经常会陷入到头脑层面的交流中去。有时候对方听完了我们一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回答后，会觉得我们言之有理，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是对方听了会感到不舒服，然后或者是选择默不作声，或者和我们展开一番辩论，但最后结果都是不欢而散。这是因为头脑层面的沟通方式是有适用范围的，它是否适合当下的沟通环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对方的性格特点。如果和你沟通的人本身没有主见，且常常身在局中，看不清自己的情况，此时你用头脑型沟通的方式一语点醒了对方，那么他不仅不觉得你的行为冒犯到了他，还会觉得你言之有理。而如果对方本身有能力看清楚自身境遇，和你诉说主要是为了想让你接受他的情绪，那么你这番冷静理智的分析则可能会惹怒对方。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是想倾诉，你却想教我做事，会这么让人生气。第二，关系深浅。如果你们之间关系比较浅，那你和对方进行头脑层面的沟通，对方可能不会有太大反应，因为头脑型沟通本身就适用于利益、同事等比较淡薄的关系。但如果你和对方的关系比较亲近，你还是只用头脑来和对方交流，那么对方可能就会感到失望和不舒服。因为头脑层面的沟通代表你只看到了问题，没有察觉对方的情绪。而如果你们关系比较亲近，那么对方对你的情感期待就会更高一些。他不只希望你能够帮他出谋划策，还会希望你能够接收到他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人的表达，希望你能识别他的情绪，并产生呼应，给予安慰。比如说在生活中，很多女生会和男友抱怨在公司遇到的不公平事件。如果男友认认真真地帮女友分析了情况，还提出了有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他会发现女友的情绪非但没有得到缓和，还更生气了。这一是因为女方觉得男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够关心；二是因为男生的冷静克制的分析会让女方觉得你对我和对你那些同事朋友也没什么两样。更何况男生分析的那些事情女生未必不明白，他那一瞬间只是想要倾诉发泄而已，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否则也不能继续在这个公司待下去。所以我们在和他人沟通，尤其是和亲近的人交流的时候，要记住要用本体和对方交流，不仅要为对方提供我们的头脑，也要去识别接纳对方的情绪，表现出你对对方的重视，给对方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心灵时空，